大家好，我是苏涵。2026年上半年，中国猪价走出了一条很典型的路径，先是跌到了多年的低位，随后开始低位反弹。与此同时，资本市场上的养猪板块也出现了明显的修复。问题来了，猪价和股价一起上涨，是不是意味着新一轮的猪周期已经启动了呢？还是说这只是从极度悲观当中走出来的一次低位反弹？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个问题。这次的猪价回升和板块上涨到底在交易什么？先说我的判断啊，猪价回升说明最差的阶段可能正在过去，但是猪周期有没有真正的启动，我们不能只看价格，还得看母猪出栏和利润现金流。价格告诉我们周期开始动了，而供给才是决定这轮周期最终能走多远的因素。这期呢，给大家2件工具。第一件呢是猪周期判断的4个信号，分别是价格、能繁母猪、出栏，还有利润现金流。第2个工具呢是3阶段图。4个信号呢，我们用来判断现在发生了什么。3个阶段图呢，我们可以用来判断接下来会往哪里走。那这套工具最重要的价值是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看到猪价涨几天就认为猪周期肯定来了，也避免我们因为某些行业还在亏损就认定他们的股票不可能上涨。周期研究最怕的就是2件事儿，把短期反弹当成大周期，也害怕把周期刚刚启动误判成普通的反弹。第一个问题啊，大宗商品的接力棒传到农业了吗？我们知道啊，大宗商品它的传导呢是贵金属到基本金属，然后呢会到能源，然后会到农产品，最后呢会到消费品。那贵金属啊，就是黄金、白银，它们重定价的是货币信用和避险需求。基本金属呢，比如说铜啊，它们反映的是制造业投资和能源转型。那么能源啊，石油、天然气，它们抬升的是全球成本的中枢。那最后呢，所有这些东西的成本会传导到农产品，最后呢传导到消费品。但是呢，我们不能把大宗商品的接力棒啊理解成机械的时间表，不是说黄金涨完了，接下来就会铜接棒，铜涨完了，然后石油必须接棒，石油涨完了之后呢，农产品就全面的接棒。截至到2026年的6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仍然表现为总体温和，内部明显的分化。植物油和肉类是偏强的，谷物、糖和乳制品相对偏弱。所以我对农业的总体判断没有改变，农产品呢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观察窗口期，但是还不能说农业板块的全面牛市已经启动。那么这里我们还要再拆一层，国际肉价的上涨不等于中国猪价同步上涨。中国猪肉有着自己非常强的国内的供给的周期。那今天呢，我们不讨论整个的农业板块，我们重点看猪周期。猪周期呢看起来非常的复杂，但是呢它实际上啊就是一个圆环。首先呢猪价上涨，那么在赚钱效应的带动下呢，养殖户增加补栏，扩大产能，然后呢能繁母猪就增加了。那母猪多了以后呢，猪仔和商品猪就增加了，它就增加了供给，于是呢供给多了，价格就跌了。
当猪价跌破了养殖户的成本以后啊，行业就进入亏损期了。那持续的亏损会导致什么？养殖户减少捕栏，淘汰母猪。那母猪减少了以后啊，供给就少了。然后呢，价格又涨起来了。所以我们管这样的一个循环呢，叫做猪周期。所以我们看到啊，猪周期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供给，还有一个呢，其实是时间差。因为从能繁母猪到猪仔出生，再到商品猪出栏，中间呢，大概是需要10个月。这个时间差呢，不是资金能够改变的，就是它的生物学周期。那猪不能因为股价涨了，提前几个月长大，所以呢，研究猪周期，猪价要看，但是不能只看猪价，猪价只能告诉我们市场发生了什么，而能繁母猪的数量告诉我们这轮上涨能不能延续。猪价是结果，母猪是原因。原因通常领先结果大概10个月。那么猪价回升，所有的养殖企业都会同步受益吗？不一定。这里要看一个最简单的公式：单位利润等于生猪的售价减去它的完全成本。我们假设猪价从每公斤12元上涨到13元，如果一家企业的完全成本是11.5块，那么它的单位利润呢，就可能从0.5元扩大到1.5元，而另外一家的企业完全成本是14元，虽然亏损从每公斤2元收窄到了1元，但是它仍然没有盈利。所以猪价回升对于行业整体肯定是利好，但却不意味着所有的企业都能同步的计入盈利。猪价越接近企业的成本线，成本差异对利润的影响就越大。看起来好像只是每公斤1-2块钱的差距，但是如果放到几千万头出栏猪的这个规模上面，那就是完全不同的利润弹性了。在周期底部和修复的初期啊，行业还在重新的排座次，那些成本低、现金流稳、负债压力小的企业，穿越周期的能力会更强，而那些高成本、高负债、资本开支仍然很大的企业，即使猪价回升，他们的修复速度也可能会更慢。所以，我们研究养殖企业，不能只看猪价涨了多少，还要去研究它的成本、现金流、负债和资本开支。那么现在回到今天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猪价已经从极低的位置开始回升了，养猪板块呢也出现了修复。市场在交易什么？我认为在交易3条逻辑。第一个呢，就是在交易价格脱离极端的低位。当猪价从多年的低点开始反弹的时候，市场首先交易的是最坏的环境正在缓解。企业即使还没有完全的盈利，但是只要看到每头商品猪的亏损在收窄，那么他们的利润预期可能会快速的改善。周期行业的利润对价格非常的敏感，价格只上涨1点儿，它的利润可能不是只增加1点儿，而是从深度亏损迅速接近盈亏平衡。第二个，市场在交易前期去产能的滞后效果。我们今天看到的猪价回升，可能对应的是几个月以前就开始减少捕栏、淘汰母猪和供给开始收缩的传导。刚才那10个月的时间差呢，在这里就用上了。市场关注的不是某一天猪价涨了多少，而是前期的产能去化是否已经开始改变未来的供给曲线了。第三个，市场在交易未来的利润改善。股票交易的从来不是今天报表上的静态利润，而是未来半年到1年猪价的中枢能不能抬升，成本能不能下降，亏损能不能转成盈利。基本面正在从左侧走向右侧，市场要判断的是这个右侧到底能走多远。这也是为什么猪价和股价同步上涨并不奇怪。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它们一起在涨，而是市场是否把一次的低位修复提前交易成了完整的猪周期。因为猪价上涨不等于猪周期开始启动，
短期猪价反弹的话，原因也可能来自于压栏或者二次育肥，也可能来自于阶段性的出栏减少、节日需求、政策收储或者短期的情绪性的补库。这些因素呢，能够推高一段时间的价格，但是未必能改变中期的供给。所以呢，我们不能只看价格曲线向上就判断供需已经反转。重要的是，我们要观察价格上涨之后，能繁母猪到底有没有继续去化，那么出栏量和出栏的体重有没有真正的下降，企业的亏损有没有改善，经营现金流有没有改善，它的资本开支有没有变得更加的理性。如果以上的这些变化都没有发生，那么猪价的上涨可能只是低位修复，而不是完整的周期了。那么猪周期到底有哪些阶段？现在走到了哪一步呢？这就是我刚才说的3阶段图。第一阶段，困境加深，就是当猪价持续下降，行业普遍亏损，市场情绪极度悲观的时候，股价可能还在下降，也可能开始对利空钝化。那这个阶段行业最差，但是产能退出是否真的发生呢？还没有得到确认。第二阶段呢，就是低位修复和去化验证。这个阶段呢，猪价会从低点反弹，股价同步修复。与此同时呢，市场开始验证能繁母猪是否在连续的下降，出栏量是否在同步的收缩，企业成本和现金流是否有改善。那么这个阶段最容易出现争议。乐观的人说，新的周期已经来了。谨慎的人说呢，只不过是超跌反弹。其实双方争论的不是同一件事儿，价格已经修复，这就是事实。供给有没有真正的转向，需要数据来确认。第3个阶段呀，就是量价兑现。这个阶段呢，供给真正的减少了，猪价中枢持续的抬升，企业利润明显的修复，行业的新闻开始全面的乐观。但是到了这个阶段，投资者反而要保持警惕，因为股票可能已经提前反映了大量的利润改善，甚至开始交易下一轮的扩张和供给过剩了。我们总结一下，2026年上半年，中国猪价先是跌到了极低的位置，随后开始低位回升。养猪板块的上涨也是在交易最差的阶段可能已经过去，前期产能去化开始传导，以及未来的利润改善的可能性。那么当前的阶段更适合定义为低位修复，等待去化验证的阶段。如何验证这轮的修复呢？我们就可以用以上的4个信号重新验证一遍。第一个信号呢，就是猪肉的价格，它是不是会持续的脱离低位呢？不是说上涨几天，而是说价格中枢要持续的抬升。第二个信号呢，就是母猪，能繁母猪是不是持续的去化？单月的下降还不够，我们要看趋势和幅度。第3个信号呢，就是出栏。生猪出栏量是不是有实际的收缩呢？如果母猪有所下降，但是养殖的效率提高了，出栏体重增加了，供给压力未必会真正得到缓解。第4个信号呢，就是利润现金流，企业的成本到底有没有下降，亏损有没有改善，经营现金流有没有改善，资本开支有没有变得更理性。如果只有价格上涨，那么更适合定义为是这个低位的修复。如果价格、供给和利润同步的共振了，那么才有资格升级为周期的修复。最后呢，留个问题给评论区，你认为猪周期是否已经开始启动了呢？说说你的看法。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